10月7号，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一公布之后，美股马上噼里啪啦的跌了2天。到底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投资的话一定要留意这个数据？在今天的视频里面，我还会给大家看到，除了非农就业数据，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为什么我们正在迈向最大的灾难？在这个最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无论你是投资美国或者是全世界，无论是股票、楼市、债券或者货币，都会遭受非常大的灾难。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财产的话，都需要好好的来准备，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这个灾难。而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叫两只手的理论。这个两只手的理论让我把握了03年、08年和2020年每一次的股灾，所以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有可能这个最大的灾难变成你人生当中最大的机会。大家好，我是奇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包括是经历了4次股灾的经历和心得，希望能提升大家的回报。大家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那回到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非农就业数据。这个数据是由美国劳工部在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五公布。统计的数据很简单，就是美国就业的人数减去了农业就业数据，就能反映美国现在的就业状况，并且看到美国经济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这个指标这么重要呢？因为美联储是非常看重这一个数据的。记得美联储有2个工作的目标，一个是把通胀控制在2%，一个是把失业率控制在6%，而从这个非农就业数据里面就能计算出美国的失业率，所以这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看的2个指标的其中一个。那这一次非农就业数据出来呢，是非常的好，那对于打工的人来说应该是好事情，也意味着美国现在的经济还算是可以。那为什么股票市场会马上跌呢？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市场里面普遍的投资者是在恐惧的状态，在这个恐惧的状态里面，他们会忧虑，当美联储看到这个非农业就业数据，看到他们不用担忧失业率，他们就可以专注打压通胀，意味着他们未来的加息的步伐和加息的幅度会比较进取。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新的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这个非农数据公布之后是上升了。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有一条曲线叫 Phillips Curve。Phillips Curve 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就业好的话，它会增加通胀的压力；如果要通胀下来的话，那就要牺牲就业，也就是说失业率会上去。那美联储就是根据这个 Phillips Curve 来操作的。那现在这个市场呢就在恐惧，如果美联储不用担忧失业率，他们为了要把通胀降下来，他们不惜加息，而且加息的幅度会非常的进取，就算导致经济的衰退，也要加息把通胀降下来。而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也导致了美元非常的强劲，所有的资金都跑到美国，因为美国的利息和债券的收益率已经上涨了，全球的投资者要避险，就把资金换到美国。所以我们今年也看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是不断的贬值。在这个情况下，有一种疾病叫全球金融传染病正在发生。这个全球金融传染病英文叫 Financial Contagion， 现在已经导致斯里兰卡破产，而且已经传到了土耳其和阿根廷。他们现在因为外汇贬值的非常大，所以他们国内的通胀是完全失控，经济停顿，甚至已经是崩溃，也很有可能使到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外债，因为这些外债也是用美元定价的。那当这些小国家违约的时候，会导致更多的投资者担忧
使到这些小国家无法再用新的债去还旧的债，而他们经济的衰退也使到他们税收减少，所以这一场金融传染病正在蔓延。那观众朋友们，你可能会想，土耳其、阿根廷都是小国家，就算他们传染了这个病，又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有几个大国家已经也是非常的危险了，其中就包括全世界经济体第6大的英国，在2周前，因为新的首相他的减税的计划，导致英镑崩盘，英国的债券市场崩盘，利息急升。其实已经进了急症室，还好就是英国的央行及时的出手 ICU 给这个病人救回来，而且呢也让英国的首相看到这个情况的危险，使到他取消了他的减税的计划。大家要想想，这一个首相是刚上任，在一个财政政策刚宣布的时候就要马上取消，这等于是政客的一个自杀行为。我们可以判断英国的处境是非常危险，他才会这样做的。那另外一个大的病人呢，是全世界第3大经济体日本。其实量化宽松是日本发明的，日本已经经历了量化宽松、量化宽松 2.0 还有量化宽松 3.0。 一方面它在增加货币供应，大量的买债，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利息是基本上还是0，而他们的财政政策也是大量的赤字，使到现在日本政府的债已经是它的 GDP 的260%。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底下，日本的经济还是非常的低迷。就算日本央行干预汇市，日元再次跌到了对美元是144这个新低点，反映着日本的经济和国家的财务状况也是非常让人担忧的。那再加上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中国大陆，现在也面对着美国针对它的一系列的政策和逆全球化的风气下，很多的工厂开始撤离中国大陆。而面对的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就是人口老化。在人口老化的大环境下，老人家用钱比较少一点，而他们需要国家提供的福利，包括医疗和退休金，都会使到各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增加，加大了财政的赤字。当全世界有国家可能会债务违约，这会导致到债券的投资者非常的恐慌，他们要求更高的利息，使到这些国家本来的债务就非常高，他们的利息支出会大量的增加，他们财政赤字会更严重，更加大的几率会违约。而在这个时候，投资者又会恐惧，把资金调到美国去避险，使到美元更强，其他的货币更弱，使到这些国家输入通胀，经济停顿。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旦开始了这个恶性循环，除非是非常有实力的背后的大国家或者大的央行来保证买单，就像我们看到2012年的时候 ECB 欧洲央行来保证欧洲的国家的债务，才把欧债危机控制住，要不然的话，这个灾难就像一场森林大火，就会失控，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个恐惧的情绪是有高度的传染性的，就像一场全球的金融传染病。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一次呢，我们是把不同的毒药放在一起，有07、08年的金融海啸，投资银行面临破产，有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很多的小国家货币贬值，财务出现问题，有70年代的滞胀石油危机，高通胀和经济的不好，所有的毒药综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面对的灾难有可能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但是大家千万也不要去做空股票市场，或者是把楼卖掉，所有东西卖掉，因为这里就让Chief Papa介绍我的2只手理论。在经济学里面呢，所有东西都是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在一边来说，在另外一边来说，所以我把它生动的变成了2只手理论。
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一边来说可能是悲观的，在另外一边来说可能是乐观的。比如非农业数据很好，代表着现在的经济很好，经济很好代表着公司的盈利很好，也就代表着股票市场应该是畅旺的很好。但是为什么现在是不好呢？因为现在市场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悲观的，所以他们才担忧农业数据好，美联储会加息，美联储会加息，以后经济会不好，以后经济会不好，以后的股票市场和其他的资产就会崩盘。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微妙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波耶摩罗蜜再来一次的话，非农业数据好就是经济好，经济好就是盈利好，盈利好就是股价好，房地产好，什么都好，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应该上升。同一个数据，看我们怎么去解读，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如果这个金融传染病真的使到全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第五大全部的经济体系崩溃的时候，这个时候美联储肯定要出手降息、量化宽松，全世界的央行又要再度出手，全世界的政府又要再度出手，那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不就反弹了吗？关键点就在我们到底是看着悲观之手，还是看着乐观之手。On one hand, things are bad. On the other hand, things will be better. 或者 On one hand, things are goo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ings are going to be bad. 全部都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到底现在股债汇房地产都一直在下去，到什么时候可以是反弹呢？我们就要想想，控制我们解读和情绪的是谁？是传媒，对不对？传媒背后有没有人在影响他们？有。什么人？就是世界著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像索罗斯、Ray Dalio 等等等等，他们现在是趁着这个股灾给市场加入了很多的恐惧的情绪，而当这个世界达到了最大的恐惧、绝对的绝望的时候，这就是他们平空仓在低位捞底割我们的羊毛韭菜的时候了。著名的股神 Templeton 也讲过，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就是最好买股票的时候。我就是靠着这个理念，在03年香港的股市和楼市最悲观的8月份开始买股票买楼，之后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也在07、08年看到了金融海啸之后，带了一帮学生在09年开始不断买股票买楼，也在最近一次2020年3月份的时候，大家记得当时新冠疫情刚出来，整个经济马上停顿，美国的 GDP 马上跌下去，市场里面是蔓延的非常的悲观的时候，股票每天可以跌到熔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对我的内部 GMT 的学生说 On the other hand， 政府会救市，央行会量化宽松，我们要乐观。有了这个想法，然后再看到全世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大量的在放水的时候，我们把握了2020年3月之后非常急的上升的一个大牛市。所以记得在最悲观的时候，我们要看另外一只手，因为市场也很可能在悲观之手转向乐观之手，这个转变也可能是发生非常的快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也要做好情绪的管理，因为我们买了之后也不可能是马上就反弹的。如果买了再跌的话，千万也不要让自己太焦虑太恐惧。记得没有冬天是永远的，春天一定会来，牛一也一定会来的。那当然今天时间有限，对于英国和日本的国家的危机我是有一点研究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有足够的人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可以专门说一集，也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观众，凝聚更大的力量，有一天把市场的眼光可以从悲观的手转向乐观的手，我们一起去捞底，把握最大的机会。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咯。那我们下次再见。